就你大象腿穿出去太丢人了，肚子3层，就你那胳膊囔的跟八字毕业了吧？No。我老娘想穿什么干什么？在我们私信里边有很多女生，她感情上的困扰来自于男朋友对她的衣着有很多的约束，不让女生穿太露呗。但你不让女朋友穿得太露，真的是在为她好吗？哎呦，这里是炯炯露露哒的频道，记得先关注再往下看哦。那我作为小众的男人呢，有时候对她的穿着我比他妈还怂。我今天就是在挑战我妈的底线。那我其实总结了一些男朋友对于女朋友底线的容忍度，包括穿低胸短裙、出门不穿 bra， 像晚上和异性的朋友聊天、和异性朋友打游戏，以及对男明星的花痴。我觉得你在针对我，这里边每条我都占了。你有被约束过什么？把序号打在公屏上。在我之前的感情的历史长河里面呢，我也是被对方限制过穿衣自由，短裤啊、露脐啊、吊带啊，还有今天这种衣服啊，那都是不允许穿的。他就会说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安全，别人看你的眼光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会脱掉。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用一句个人喜好就打发了。对，但我们认为啊，感情中间能刨多深刨多深，这样才会避免之后的问题出现。对，一定是他有更核心的矛盾在里边。不光是衣服，更重要是社交，也很大方。对，晚上跟哪个男人聊天都无所谓啊。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感情中间都会出现，所以第一个呢，我就想的是要消除性别的偏差，我就把这一系列的问题发给了2个 lesbian 的朋友去问，你对于自己的女朋友有没有什么是介意的？他们2个是惊人的一致，就说除了衣服以外，那几个社交方面的，他们都有过介意的时候。那先从衣着开始说，比较常见的嘛，百度搜一下吊带啊，我们整屏就变得白花花的。单纯说暴露程度，他们是差不多的。对，这一件我是比较不太接受的。哦，啊，能看到它是有一个蕾丝边，并且有一个类似于 choker 的，其实就带有一些挑逗意味。但我跟你说，没有这个条件呢，我穿上这个就完全没有这种意味。相对于其他吊带来说，确实是更容易会让人想入非非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在女生心目中，这些不同的吊带它会赋予不同的含义，有穿着凉快的，有让自己很飒的，也有一些招桃花的。但是对于有些的男朋友来说，这种吊带一律是大妹。像刚才我们的2位 lesbian 的朋友，因为是女生，所以对于穿衣服的认知是完全一样的。对，那些有暗示意味或者说不妥的，对方压根也就不会穿，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误会。而一对情侣中间，对于女性衣物有不同认知的情况，就会出现矛盾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男朋友这样要求的时候，一定要重视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它是一个很适合你们去沟通的问题，你不要轻易的忽略。就刚刚这个吊带，我觉得如果你穿一个西装，就开到肚脐眼，我都觉得比这强。那接下来讨论一下，当女生穿的比较露的时候，男女心中都是什么样的想法啊？最近的健身成果终于可以露出来了，牛！只贴个胸贴出门，真舒服凉快，透风。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我坚决站在女性穿衣自由的这一方，穿任何款式的衣服，露和不露都是我们的自由。啊，你穿的太露，你这样就是引起别人犯罪。这样的啊，就咔咔啊呸呀！咱们女生哈，点个赞，咱们就要做最自信的女王。也不要那么激进，不要那么激进。男生的想法也不完全是这样。首先，我们肯定是要抨击一种观点，就是那种占有欲。我女朋友吊带只能我看，这种把女性作为自己附属的想法，那肯定是错误的。当然，我们也有时候会关心，如果你被别人讨论这种感觉，我会心疼你。今天就是挺冷的，你多穿点，我怕你冻着。啊，那确实。刚刚说，其实穿衣自由对于女生的心情、自我展示、表达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。然后从身体上也会带来很多的轻松、清凉、很舒服的感觉。所以我现在就很爱胸贴。如果去剥夺女朋友穿衣服来取悦自己的这种快乐，没有给她一个解放身体负担的机会，其实吃亏的是你和她呀。哎，你这样穿，别人会怎么看你啊？这样的话，其实所有的男生都是他的假想敌。对于这种想法呢，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。哎，伟人说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都是王，但你们也只是个王。我们心态上就不能把它跟你放在一个 level 去考虑，而不是说一味的就阻止他的快乐。还有一种男生的情况不好的，就是女朋友想穿露一点，男生会借机酸，哎呦，就你大象腿穿出去太丢人了，就你那肚子3层，就你那胳膊囔的跟八字毕业了吧？我老娘想穿什么干什么？稳住点哈，你这样是好的，你还能坚持自己，就怕是有些女生自己本身就不是很自信，被这么一说，来，这里有个视频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女生就是个胖胖的女生。They already know, 对 right? Like they already know I'm fat. Whether I wear this, my body's not changing. I'm gonna wear this. I'm gonna wear it. It's cute. Like 接受自己。
就假设说你因为想要去遮肉，穿一些很宽松 oversize， 但一直这么穿，人家早就知道你的身材是这个样子了。你穿什么衣服都不会改变别人对你身材的看法，对你开心就好了，而且这样也很可爱，也很好看啊。对，男生们学到了吗？鼓励一下女生。你知道女生们有多辛苦吗？你知道男生有多辛苦吗？看看前2期视频。但也会有女生觉得说，有些人就是对我发出了不善意的评价和反应。这个姑娘还出了后续啊。Is gonna be a bitch to me and move on with her day. So why should I? Like why should I carry that around and let it? No. 大部分的人真的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。我永远不会为了讨好任何一个陌生人而放弃我的喜好、我的快乐、我的自信、我的美。所以你才能从大学这个样子到现在成为大家的这个点。如果你有共鸣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我们知道你听得到。就虽然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唯一一个没有那么穿衣自由的情况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女朋友我们是第一次见，非常的丰满，吊带裙，就这里啊露的巨大无比。巨大！他一进门，我们所有人就不知道要看哪里。本来他是带他女朋友给我们认识，应该是要用一种很友善的态度去迎接这个新的成员进入到我们这个 party 里面。但是因为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不是说他穿的不好哈，只是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展现给大家。对，特别是我作为男生，会尽量避免去跟他直视。其实，在那个场合里边就不是特别的友善，但我没办法，我觉得我自己得体还是比较重要的。连我这个女生都要么就特别想看，要么就不太敢看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心情。场的其他男生因为都有自己的女朋友在嘛，这也会引起伴侣的误会。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出来以后，主动就说他今天那个衣服是不是有一点 over。对，如果是我第一次跟你的朋友见面的话，我这个衣服就会这样穿。穿衣这个部分就是主要是性别偏差导致的，而另外一部分对于异性的这种交往，就其实是无差别对待了，每一段感情都会要注意，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。像我跟小钟在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，你以后会出轨吗？你会喜欢别的男生吗？从来没有。他喜欢男明星，喜欢什么？无所谓。但小钟平时是不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有几次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问我，就是因为我没被人绿过，而你被绿过，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心理阴影。对，我就会缺乏这种安全感。即便我现在已经给足他安全感了，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也会有潜意识的迸发出一个这样的想法。当然尊重你的所有的经历和现在的所有想法，所以我会注意。举个极端例子，我有个异性朋友在美国，他白天给我发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凌晨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分享一些生活的见闻。对，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有趣，或者是能够让自己增长见识的机会。但是这个时候我要避免他尴尬，就说，你看他在美国又遇到这个事情了，我就直接在他问我之前，我就把这个事告诉他，他就知道你们在聊一些非常家常，就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而且很多情侣交往中就很决绝的，你要全部都删掉，断绝。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夸张，他不仅约束女朋友不能穿暴露的衣服，甚至跟他说同事都是坏人，男人都是坏人，他这个已经是在 PUA 的边缘试探了。有一点但大部分的这种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。然后我们两个的处理方法，首先都认可说异性的交往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。抛弃自己的异性社交圈，等于说你就直接砍掉了这世界上的另外一半的人。对，错过了多少人脉，错过了多少机会。对呀，我有很多贵人都是男生，他们给我们蛮多这个工作上的机会啊，赚钱的机会啊，很多的。我相信在这样的好处面前，你的对象是不会拒绝的，而你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对象知道，这种异性社交是可以给你，甚至是你们的家庭带来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。要给足对方安全感。你对异性朋友去倾诉你生活的不愉快，你对异性朋友抱怨我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如果你的男朋友能做到的事情，而你去找异性朋友去解决了，是非常忌讳的。我一个大活人在这儿呢，你去跟他说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No。对，而我们成年人交友呢，其实只要这个人有一个长处，我们很敬佩，我们能够相互帮助，那就是可以成为朋友。对，所以一定要让这个帮助让你的另一半看到卓有成效的那一面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也不能说直接就限制另外一半完全不和异性交往。像他呢，现在就是跟我所有的异性朋友，他的好兄弟们都很爱我，跟他们说，咱出去玩吧。他说露露来不来啊？他不来，我可不想出去。
那像小钟的那些异性朋友，很多都是工作和同学。他想回忆过往的一些职场八卦和同学八卦，他只能和那些朋友去聊，他跟我聊不了，我又不是他同学，对吧？这些朋友就是不能被我给替代的。其实哈，就是如果女生只跟女生去聊一些事情的话，很容易思维会变得没有那么的多元化。征求大家意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只是单一一个性别的去问。而且如果男生不跟女生交流，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细腻，考虑的不够周全。越来越铁直。而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互相聊天、互相交换意见的时候，会让彼此的这个情商变得越来越高。对，可能我们就是来自于这样的关系的滋养吧。你看，像我们讨论感情，有时候还会跟 LGBT 的朋友，他们的感情都会跟我们聊，因为我们了解的足够多，我们对于感情就理解的越来越透彻。他们跟我们聊的时候就不会说，发现我们的感情观是带有性别偏差的，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感情观，就是基于人和人的关系去聊的。就这么一聊，你就发现，不管是穿衣服、社交，还是对于 LGBT 的认知来说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。而当他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可能是见你穿的太露，不让你跟异性社交，或者说恐同之类的状态的时候，你要警惕，这是你们的三观会有一些矛盾，会有一些冲突，一定要把这个聊透，才能越过你们感情中一个又一个的疙瘩和困难，变得越来越温柔，考虑事情越来越周全。当然，不管怎么样，感情的事儿聊得多细都不算细。就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不让你看手机，对你严防死守，你就要考虑一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掌握了国家机密，还是他的卡里有几个亿，还是他自己就有这样的小秘密？押韵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聊每一件事情，希望大家都能从恋爱当中活成最好的自己。那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是钟钟露露，大家喜欢我们视频别忘了转评赞，赞最重要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巧。Like Kim in the face, like Rihanna.